在中国的8大菜系中，我就说有余，它是无中生有，就是味道调到哲学境界。到最后到嘴巴里面就是一个字。让麻婆豆腐走向世界的是一个最普通的家庭妇女，而夫妻肺片的得享盛名，则自于一对贫穷的夫妻。迄今为止，川菜中的大多数著名菜品，都来自民间百姓的发明创造。在四川民间，有一大批美食爱好者，出于对美食的热爱，他们不断地进行着探索。火花石在自家的屋顶上建了这个园子，制作香肠、腊肉等等，还种上了各种蔬菜。作为一个网络知名的食客，火花石首先是一个美食的践行者。这个园子在为他的家用和待客提供部分食材的同时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，是用于美食研究。今天是周末，火花石的朋友们要来他家聚会，分享他制作的美食。其中的一道菜中的名菜——夫妻肺片，火花石要提前进行准备。作为一道广受欢迎的著名川菜，夫妻肺片却很难出现在普通人家的餐桌上。原因很简单，虽然好吃，但是不好做，原材料不易买，也不易制。夫妻肺片的主要原材料是牛头皮、牛肚、牛舌、牛心和牛肉。除了牛肉比较容易获得，其他的原材料和卤料、配料大都需要提前准备。夫妻肺片看来简单，实际上不简单。现在成都市场，包括超市，有切好了的各种片子，酱油、花椒、水海椒都有，你就拌不出来夫妻肺片的味道。为什么？因为夫妻肺片有一个一般人不知道的调料，叫白卤。关键是它用芹菜是主要是用其他的一种香味，也就是说肺片如果没得芹菜哈，它就缺少那种味。将切好的肺片盖在芹菜上，淋上原汤卤水汁，加上酱油、味精、白糖、盐、花椒面调匀。
要这么多大一瓢，最多的一种汤，就原来煮肺片原料的那个白露水加进去，它香味就出来了。汤是它一个底味，如果没得这个汤的话，夫妻肺片它拌出来那种口味哈，它不是那么滋润，不厚重，它吃多有时候发青，它不厚重，必须要有原汤，没得原汤的夫妻肺片是肯定不好吃的。究竟有什么由来？其中的夫妻又有什么故事呢？大约100余年前，老成都的皇城坝及今天的天府广场一带，是湖广填四川时形成的回民聚居区。河拌匀，堆于盆内，辣香四溢，勾引过客。由于价钱便宜，所以买者基本上都是下层百姓。但逐渐的，当地一些有身份的人经不住香味的诱惑，在路过时便前后看看，如果没有熟人，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投2片入嘴，之后就快速离开。它也因此而被人们戏称为两头旺。两头旺以片计价，因成本低，价格也低，广受普通市民的欢迎。由于它是装在土盆里售卖，就被大家称为盆肉。他就用这么大一个陶盆，里面把那个牛肉切成片，凉拌搞好过后，插几双筷子，就放在街边上，你就可以拿那个筷子在里面选一片，你觉得最大的或者最厚的、最小的来吃，吃了就跑就走。那是最平民化的、最普及的这种就钵钵牛肉。时光过去了100余年，盆肉这种从废物利用逐渐演变而成的一类美。呢，看起像为皇师奶抢奶的样子，所以人们就慢慢的就叫它是奶汤面。
这个过程需要花掉1个通宵的时间。白结果有浓过，弄到荷塘糕的，不加任何东西，是荷塘糕。我们的熬的像我们的熬的，我们每天要熬10个小时以上。一大早，食客们就来到了奶汤面的发明者爱麻子奶汤面的店里。这时，奶汤刚刚炖好，正是风味最佳的食用时间。下面的师傅在斗碗中注入奶汤，面一定要用一早现做的水叶子细面，才有既滑又糯的口感。待面条煮熟后，捞入汤中，再根据食客的要求加入不同的窍头，里面的清香与汤的醇香混合在一起，让人胃口大开。但是且住，这个时候邛崃人的早餐才刚刚开始。与奶汤面互为表里，一白一红的钵钵肉登场了。邛崃人吃奶汤面一定会配以钵钵肉，因为奶汤面不加红油，对无辣不欢的邛崃人而言，奶汤面固然鲜美，但吃完后却总是会感到意犹未尽。只有佐以麻辣鲜香的钵钵肉，才能把他们挑剔的味蕾彻底征服。当娃娃时间呢，就听到他们那老一辈一摆，当时的人先是个钵钵，有个盘子，盘子里面呢盖个碗，就把那个鸡片呢就放在个碗上，不知道那个碗嘛，把它倒扣起，就把它放钵钵头，然后把鸡片呢就放在这个碗的背面上，然后背面是用个钵钵装起，过后这个钵钵肉可能就简称为钵钵肉，当时都是单级卖嘛，当时都是单级卖的。我记得是我们小的时候，我看他们是单级卖的，因为经济条件有限，吃的比较少嘛。当时卖是2美元一片嘛。邛崃钵钵肉，其产生与当年在成都皇城坝风行一时的盆盆肉如出一辙。只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，盆里装的食材也在不断变化。现在基本上是以鸡肉为主，但年岁稍长的当地人仍然习惯性地称之为钵钵肉，而且钵钵肉依然是以片计价。下午时分，一天的食材就基本售完，面馆关门，员工们开始准备钵钵肉的材料，而厨房的师傅会在夜晚开始熬制奶汤。这样的日子日复一日，周而复始，勤劳的人们就这样维系着一方百姓的日常生活。无论盆盆肉的食材怎样变化，其形式和味道都一直保持着共通性，麻辣鲜香，价廉物美。而从中发展出来影响最大的一道菜，就是今天风靡海内外的夫妻肺片。夫妻肺片的来历与一对夫妻的经历有关。话说20世纪30年代初，四川中江人郭朝华进入了一支军队。根据他对后人的讲述，他在队伍里做了一名伙夫。当时就是根据他口述他们，当时我岳父还在，岳父岳母都在，问他们，我才把那个年份在马时在。包括他说他跟着一个部队当追手，追到那个血沟头了，血沟头以后就人事不行，被几个边民把他救出来，他就逃回了成都。这个时候就与安岳来的一个那个姑娘叫张田正，他们两个结合在一块儿。郭朝华与张田正的结合本是一段再平常不过的婚姻，却产生了后来川菜中的一个绝世名菜，这与他们当时的生活处境直接相关。我以后看那个生活无助啊，咋办呢？看着屠宰场甩出来一些东西，他是把那个东西捡起来洗称，你还可以吃的嘛。
拿来弄出来以后果还好，啥子拿去卖。夫妻肺片大家比较熟悉哈，它并不是牛的心肺的片，而是牛身上那些下脚牛肉之外的下脚料，比如牛头皮啊、牛肝啊、牛肚啊这些。那个肺，两个人应该是肺料那个肺，蝙蝠胞那个肺。就去卖那些小学生娃娃和下泥的苦力，那些人吃，大概1个铜钱2、3片，这样调料，这样子就吃。所以这个当时的味道搞得很好，这些娃娃也爱吃，就在他背上给他悄悄地贴张纸条，叫夫妻肺片。那个肺就是废弃丢弃不要了的，贴上以后嘛，他也不晓得，两口子可能背上背那么个条条，这就背一个文人嘛，就给他写了一块牌牌，就夫妻肺片，说那个肺字不好，就是心肺的肺。那个心肺的肺呢，实际上夫妻肺片里面没有心肺。成都解放，两口子有了一个住处了，就开始开了一个店子，就是夫妻肺片店。5、6年公私合营，当时不是个体经济那些全部纳入到这个成都市影视公司，成都市影视公司就把那些整个名小吃拿进去了。拿进去以后啊，他们两口子就都在影视公司工作，一直到影视公司退休。我是非遗的第3代传人，这个的。然后我是跟到第2代传人学的，他的师傅就是国潮华和张田正夫妇，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。现在，夫妻肺片的主料和佐料已基本定型，只有牛头皮、牛心、牛舌、牛肚、牛肉，并无牛肺和其他食材。将它们清洗干净后，加入20多种香料同煮。其配方是夫妻肺片总店的核心机密。煮熟之后，捞出切片，刀工也堪称一绝。
我们这个肺片有个口诀，最早我们切的时候就都是大入牛展薄入残翼，一定要薄。首先是，像我们切的牛头皮啊、牛肚啊，这些都是可以透明的，你放在一本书稿上可以看字的，它就是很薄，越薄越入味，而且越薄越好吃。加入小芹菜、花生米以及各种佐料，并以原汤原汁浇淋，整个过程不添加任何增香的化学制剂，全凭各种香料相互之间的激发碰撞，并在红油、花椒面的调和下，达成至真至纯的化境。以夫妻之名，因爱而生，成全了这道菜的绝世美名。张田正在55岁那一年退休，随后就被返聘回去担任技术指导一职，一直做到1991年71岁时才正式离开工作岗位。1994年，成都市燃灯寺东街，一家郭氏传人夫妻肺片店的开业盛况，让早已习惯了夫妻肺片的成都人一头雾水。这家郭氏传人夫妻肺片，其开办者是郭朝华夫妇的大女儿郭瑞秋。郭瑞秋打出的肺片，回到了父母初创这一菜品时的名称。从青少年时代开始，郭朝华夫妇就让郭瑞秋学做夫妻肺片，从选料、切片、洗卤水、制作红油，直到各种食材的配伍，他由此掌握了夫妻肺片最正宗的核心技术，成为郭氏夫妻肺片的传人。1994年，郭朝